玄学小师弟，订阅不迷路。大家好，我是玄学小师弟，今天讲一个重庆的故事。重庆这个地方比较特殊，既是山城，又是雾都，当年还做过陪都，到处挖了防空洞，更有丰都鬼城，还挨着长江，属于极其特殊的一个城市。我的这个朋友是专门研究城市规划的教授，德高望重，经常给各地政府做规划。好多年前我们闲聊时，他给我讲的这个故事。我这个朋友做城市规划，经常去各个城市出差，因为做城市规划不仅要考虑各种经济、交通、土地等因素，还要考虑风水。好多人不知道，越是西亚项目越看重风水，这已经是半公开的秘密了。譬如某新区当时为什么选择放在那里，除了土地便宜、人口少、离哪儿远近合适外，很重要的就是风水好。不过中国那么多城市，他最怕去的城市之一就是重庆，基本上每次回来都要生几天病。用他的话说，就是重庆风水不好，气场不对。怎么说呢？据他说，凡是做过古都的城市，都是经过各个堪舆大师反复测算过的，也经过了各种风水改造加持，所以会让你住着特别舒服，也很少闹大灾，就是风水原因。譬如北京、西安、杭州，你一来这个城市就觉得很舒服，不会有压抑、难受、不舒服的感觉。重庆不行，你一下飞机就觉得不舒服，闷热、潮湿、狭窄，那多人拥挤在山坡上，从天上往下看，压抑逼仄，这就是风水不对了。所以这里做不了王都，也就是个陪都的命。他其实很不愿意去重庆，但是当地一家公司盛情邀请，又给了不少钱，所以还是去了。他原本以为那家公司想找他出个什么规划，好骗点政府的补助，尤其是土地，当时都这么干，所谓的打造什么文化小镇，其实就是找个理由拿的盖房子，都是一个套路。当时那家文化公司的名义是打造重庆的丰都鬼城，搞一个鬼文化小镇。丰都鬼城始建于东汉，是独特的地狱之城，有鬼门关、阎王殿、18层地狱，甚至连阴间的刑具都有。说来也怪，为何丰都这里会有一座鬼城，还那么逼真，也是神奇。一般来说，古人修建大型建筑都是有目的、很功利的。江边老帆船就修龙王庙保佑一下，山上老有人跳崖就修一个寺院压一压。那么在这里大兴土木修建了一个18层地狱，这又是想给谁住呢？我那个朋友也是好奇，就跟着去了一次鬼城，他却怎么也没有想到，这鬼城里还真有鬼。他说现在的丰都鬼城考虑到游客的心理承受能力，都进行了改良，主要是把那些特别恐怖的雕刻，比如18层地狱了、各种小鬼了都萌化了，还有好多干脆改成了卡通造型，有些不伦不类了。他当年去的时候还是90年代，当时可是原汁原味的丰都鬼城，还看到了传说中的水下鬼城。是的，现在的丰都鬼城并不是完整的鬼城，因为丰都属于三峡库区，在03年三峡工程时，鬼门关以下的部分被淹没在了水下，永远看不到了。不过说实话，这次的原版游历并没有给他留下很好的印象，他只觉得这里阴森森的泥塑狰狞可怖，尤其是18层地狱栩栩如生的描绘，更让人头皮发麻。他勉强看完了一遍，逃也似的赶紧出去，想着这趟活太难受了，不管对方出多少钱，他都随便敷衍几句推掉。没想到对方给他拿出来了一个简直匪夷所思的方案。这个方案怎么说呢？他斟酌了一下说，不似阳间的东西。他举了一个例子，三峡水库建成后会有许多珍贵的文物被淹，其实最珍贵的之一是福陵白鹤梁。这个白鹤梁鼎鼎大名，相传是唐时尔朱真人在此修炼得道后成鹤仙去的地方。这里有100多段石刻题记，还有黄庭坚、朱熹等名人的诗文题刻，被誉为水下10名，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。为了保护这个国家级文化，国家文物局研究了10年，最后采用了中科院葛修润院士提出的方案。这个方案比较复杂，大概就是在水下建造一个堡垒，这个堡垒是防水的，在这个堡垒外装好多钢化玻璃，这样游客可以坐着电梯到堡垒里，透过钢化玻璃去看水下的文物。这个工程很浩大，毕竟是建在水下40米的地方，难度可想而知。后来据说是国家投资了4个亿，花了足3年时间才建成，也是世界上唯一一座江河水下博物馆。当时他们拿出来的方案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方案，就是他们在鬼城下面也修建一个这种水下堡垒，把鬼城原样展现出来。他当时第一个念头是这伙人疯了，第二个念头这伙人是骗子，想用这个方案骗政府的钱。但是不管哪方面，这都是浪费时间，因为这种方案傻子都不会被你骗到钱啊。很简单，你投资几个亿，怎么收回成本呢？没想到对方告诉他不需要收回成本，他们自己全投资，
我朋友觉得这更是侮辱智商，起身就要走了。结果对方老板亲自出马，给他讲了自己这么做的原因，一个匪夷所思的原因。这个老板说，他之所以愿意投资几个亿修建这里，的确不是为了盈利，而是为了他家族的一个遗愿，一个匪夷所思的遗愿。他说自己就是丰都本地人，家族世世代代都在这里。这个事情是他太爷爷经历的，那时候还是民国时期。民国时期丰都鬼城就鼎鼎大名的，尤其是当年的庙会更是万人空巷，络绎不绝。所以当地的村民都早早弄了零食点心、特产玩具去那里赶庙会，其实就是做点儿小生意。他太爷爷当年会一门手艺，就是吹糖人。吹糖人是一门手艺活，也要心灵手巧，才思敏捷。吹个猪八戒，吹个孙悟空，吹个白龙马，要吹什么像什么。赶庙会么大过年的，中国人图个心情舒畅，都是带孩子过来看把戏，衣服鲜亮，兜里也有2个大钱，看到孩子要糖人，总要给他买一个，所以这是一门好生意。不过鬼城这里不比其他一般只卖一上午的生意，最好卖到下午3点就赶紧收摊回家，因为当地有句话，3点过后就不知道来的是人还是鬼了。结果那一年生意特别好，他紧赶慢赶，还是到了3点1刻了。他想着做完最后一个生意赶紧走，结果就来了一个人，面无表情地看着他，说要一个糖人。他头也不抬问，你要个什么糖人？那人大着舌头说，就我这样的。他抬头一看，那人白白胖胖，戴着一个尖尖的纸帽子，上面写着4个大字，你也来了，我爹妈。这不是鬼城门前那一尊白无常吗？不过他想了想，该不会有人故意捉弄他吧。他就敲敲案板上的青花瓷碗，示意他把铜钱丢进去。这青花瓷碗也是规矩，这碗不是空的，提前装了淘米水，五谷杂粮，阳气重，五谷杂粮泡的水也能辟邪去秽。据说有精怪用石头草根变成铜钱捉弄人，那钱就会飘起来。他斜着眼看着那白无常，叮当一声把几个铜角子丢在水里，那铜角子沉到水里后慢慢浮了上来。他抬头看了一眼，那白无常正直勾勾地看着他，然后对他轻声说了一句话，这句话让他一头就栽倒在地上，爬不起来了。等他再醒来，已经是3天后了。据说是看门的老人看见他昏倒，赶紧叫人给他抬了回去。他发了3天高烧，好容易熬了过来。他醒来以后，性情倒是没有大变，只是换了一个职业。这个职业比较特殊，叫做活阴差。什么叫活阴差呢？这个活阴差和死阴差是对应的。黑白无常就是死阴差，据说人要死的时候，黑白无常就会去索命，拿着锁链往人脖子上一锁，就把人的魂给取走了，然后带到阴曹地府里去。那么活阴差是什么意思呢？顾名思义，就是活着的人做了阴差。为什么活人也能做阴差呢？这个很难说，这种古人也记载过许多。据说是阴曹地府有时候忙不过来，也会找一些阳间的人过去帮忙，或者是阴差请人帮忙处理一些事务。究竟是什么原因，谁也说不清楚。总之，这个大老板他太爷爷撞到了白无常后，就稀里糊涂做了活阴差。他这个阳阴差管什么呢？他倒是不管居人，他主要管一些杂役，就是打扫卫生、整理文件之类的。因为他颇识几个字，有时候也让他整理卷宗之类的。据他说，阴间和阳间其实差不多，也分阶层，也有职权，也有刑法，而且阴间比阳间刑法更高。阴间有个特点是不能用金钱行贿，在这里金钱行贿是行不通的，因为有钱也没用。大家受到的处罚等主要看阳间积累的福报，一视同仁。不过阴间虽然不能行贿，但是很讲人情。比如他可以问问大老爷，不知道是什么职位，自己家亲人的阳寿大概多久还能通融。比如要春节前死的，可以给他缓几个月，马马虎虎拖到年后去世。还能让孝子多行善，做一些特殊的法事等，可以将病重的人救活。有些阳寿未尽的，更主要的，他可以找人通融，查过世的人现在有没有托生投胎转世，现在过得怎么样，有没有未了的心愿。如果你愿意花大价钱，他还能找关系给亡人弄上去附身的形式，让活人和亡人对话。也因为他这点本事，所以成了当年远近闻名的大人物。毕竟不管富贵贫贱，他都有先人去世，总有未了的心愿，所以总要求到他。渐渐的，他也积累了一笔财富。他去世前早已经预知了时辰，从容换好衣服，跟家人告别，躺倒后马上就离开了。他死后偶尔也会托梦给家人告知凶吉等，后来就建议家人去南阳避难。家人靠着他的指点以及他之前积累的财富，很快在南阳发了大财，成了巨富。